他们说福建男孩又很高，是真的吗？我哪知道？我看谁的去。那我问你，你符合吗？我肯定符合呀，我给你达到标准。你高吗？算正常嘛，也不是太矮吧，就正常人。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好了，欢迎你来泉州。坦克为主。你妈用我变壮了，变壮？我不觉得，你觉得？没觉得。提到泉州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是吃不完的美食，还是拜不完的庙，亦或是泉州是不是所有的街道都是这样子的？是没有那个电动车道的，电动车都是在那个人行道上面这么飙来飙去的。本期 No.1，我和拉芬将在泉州度过2天2晚。虽然不能叫做旅游攻略，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我们现在到酒店了，然后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穷游嘛，所以你是想睡大床房还是双床房？双床要贵100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随便了，无所谓。无所谓，但是我给你一个机会好了，就是我和你甩谷子。可以啊，那我们选双数双床好了，单数就单床，好吧？就这样。好，那你甩谷子啊？我骰吗？对呀、好了，你愿赌服输。泉州牛排堪称牛排界的叛逆少年，顶着西洋名头，却一头扎进闽南砂锅，被沙茶与草药灌得神魂颠倒，肉质炖到酥软离骨，配一口咸饭，喝一勺牛肉羹。来泉州一定要体验这份拿着筷子吃牛排的独特烟火气。可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牛排有多大吗？哇，好大一块哦！还可以哈。对。哇，这个牛肉羹蛮好喝的。牛的跟外面的不一样。它这个牛腩和牛杂应该都是咖喱味的。对。牛排味道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尝一口。哦，我这块就直接脱骨。你觉得哪个最好吃？牛肉羹最好吃，你觉得哪个最好吃？我个人觉得还是这个牛排真的蛮厚的。我们这一顿是38加71，我觉得性价比很高。哎，毕竟有这么多牛肉嘛，有2块大的牛排，还有一些牛杂、牛腩，还有牛肉羹，特色的都能吃到了。我已经吃撑了。所以你身为闽北人，我是闽西人，闽西人，能听懂这里的话吗？听不懂，我也不会说。但是闽南语都差不多吧，应该。差远了。你说你们家乡话是不是性缩力也是满满的？是吗？不是，我说，所以我从来不说，我只跟同桌说方言。你说呀，你说欢迎大家来泉州玩，说不出口，我有方言羞耻。你快点说呀！说不了。哎，有什么好的？羞耻。闽西不说闽南语的吗？闽西说客家话啊。客家话。广东也有说客家话。好吧。然后跟江西还有一点相通。所以客家话和闽南语哪个更性缩力一点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反正我是说不出口。泉州关帝庙，闽南香火最旺的神仙办事处之一，屋顶被武将神仙挤得热热闹闹，阳光下五彩斑斓，听说晚上更漂亮。你有这些信仰吗？没有。你可以求一下，就是你的工作能不能直接让我发财？这个关岳庙是那个泉州香火最旺的。我已经沾了香火气了，沾了福气了。所以你坚信等会儿回去就可以找到工作了，是不是？我要发财。2026我要发财。但是要还愿的哦。万一我运气变好，我就过来还愿。我真的很旺哎，都是人。你为什么没有来过泉州呢？我都没去过几个地方，都占是不是？一个是没钱，可能主要是没钱。这边就是也蛮有名的一个清真寺庙。这个吗？对，3块钱门票。看不出来。你看这边，这不是有典型的清真寺的样子吗？来，我考考你，这个楼叫什么楼？不知道。什么都不知道？骑楼。你获封我的频道里面最没有文化的嘉宾。你要润色一下，最接地气。这边的建筑还蛮闽南的，是不是？都是那种红砖。我就喜欢逛这种小巷子，在厦门也是，或那种社区的那种。你没发现泉州很多这种庙吗？就走几步就一个庙。那人家就是这个文化啊。就是拜拜的。
你们那边有这种拜拜的文化吗？有一些，但不是很多吧，但是也有。步行了半小时，终于到了我也没开元寺。随便。开元寺可是闽南古建界的顶流爱豆，寺庙始建于唐朝，寺庙里最硬核的当属宋代的东西双塔，已经站了800年，地震台风全免疫，现已成为泉州的地标性建筑。香啊，我感觉这个比那个香呢。是啊，这边有一座，那边也有一座啊。你看，这双塔，那人家怎么开到双塔？就是要在一个天台上面，然后正好一条线上。不会是刚刚那边有个什么网红天台吧？这个园子跟上次苏州我们去的什么寺来着？崇元寺。还是说寺庙都差不多？就福建这边的寺庙，那个屋檐是弯的，就我们那边就是平的。文化不一样。逛了一圈，我感觉我今年已经有好运了。你上次去崇元寺逛了一圈，也没见你有好运。也是哦，路上的人不是在拍照，就在修图，坐着就是在修图，动然后起来的就在拍照和摄影师讨价还价。哇，这个很好看哎。第一个字读什么？夜啊，乐吗？什么字？第3个字呢？看吧。什么字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你说个屁！所以问你啊，我知道为什么还要问你啊？传说当年桑树居然开出了莲花，本地老板黄守公信守承诺，当即献出这片土地，由高僧匡护禅师主持建寺，初名莲花寺，后改开元寺。前面就是仁寿塔、西塔。这个会比那个小吗？还是我们现在离得比较远？离得远吧，感觉应该是一样大的。怎么感觉那个更大一点？我觉得应该会造的一样大吧。中国人不都讲究对称的吗？是。它这个能不能上？以前应该能上，现在不能上。带大家参观一下泉州的奶茶店。这种应该就是那种老房子改，这个应该是厨房或者洗衣房。这个蛮舒服的，你看。我超喜欢这种街道的，就是感觉很不规整。哪里不规整？就是两边不是那种像现代大厦一样造的很规整的，就是有错落有致的，然后每一个房子都感觉都不太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吃晚饭了。我们今天准备吃痛风锅，看看这次吃饭有没有？应该有吧？他要营业到晚上1点钟，那肯定有。他可能8点多就海鲜全卖掉了，就剩牛肉了。不可能，绝无可能。但是我们是有先例的，就是我们在杭州的时候想吃那个什么腰花，待了4、5天都没吃到。我们去了几次啊？去了1次呀。对啊，那1次没吃上，那真刚好没了嘛。唉，暴走的走瘦了，脚的走废了。练足有看到吗？好吧，终于排到队了，等了多少？1个小时。然后他现在生意好到就是螃蟹都没有。轮到我们刚好又没。但起码这一次是能吃上，上次是真没有。我一开始以为是调料，应该是放在那个是你们点的哦。对，希望是好吃的吧？真好吃了，3家店好像。这家店也太小了，才10个桌子。你懂吗？需要小店，开的越大越能吃，肯定好吃。浅尝一口，润润。
你看轮到我们刚好黄金又没有，说明今2026可能运气不是非常好，因为有你在，不会今年又发不了。你会不会就是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就是到2027年？还有马蹄我得拿出来吃了，还可以吧？就是那个以前的那种什么马蹄水，加了甘蔗。泉州痛风锅，闽南美食界的危险诱惑。先爆香肉末、香菇、虾米，接着倒进活蹦乱跳的红膏蟹、大虾、蛤蜊，滋啦一声，海鲜的鲜甜全给逼出来了。最后浇上金黄浓稠的粥底，小火慢熬，每一粒米都吸饱了海鲜精华，鲜到眉毛都掉下来。黄金传说哎，我先品一品。可以了。这个汤的味道就是有点像佛跳墙的味道真可以了。不得不说，虾很好，就是那个螃蟹太小了。好吃到光盘。我好像没有吃过类似的，这种砂锅粥吧，跟这个也不太一样，味道感觉不一样。是不是应该调一调？美味。所以推荐大家来吃这个痛风锅吗？如果来泉州的话，来泉州直接行李箱提过来，我觉得有好吃到这么夸张吗？这是泉州第2顿是，对，目前肯定是最好吃。但是很可惜，它的那个大根油条没有了。油条再好吃也还是油条。那肯定它是好吃的，所以很多人点它，都卖完了。是哈。还有它那个生蚝也卖完了，本来想点10只给你补补的。我还年轻啊。哦，所以你不用补也可以。不用补。好的。这个要造电梯了。吃饱饭在人家大别野门口徘徊。但是好奇怪，这边大别野都没人住哎。对，因为是老板做生意在外面。那总归有保姆在家的。保啥姆呀？1年搞一次卫生，过年才回来。好吧。感觉是没人住的。所以你捣鼓了1个小时，就穿了这样一身。怎么了？好，那你介绍一下你今天的 out 的。穿了一条裤子，一个外套，一个打底，没有。然后这双鞋子是精心挑选的。什么精心挑选？就这样穿的。尖头小皮鞋。这是什么？一个大庙是吧？一个4。哇，好大一棵榕树。好了，揭秘，我们到了泉州的少林寺。进来之后要把谢谢改成阿弥陀佛。北少林、南少林，知不知道？北少林在河南吗？武林高手们注意了，泉州少林寺可不是什么山寨版，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南派少林武术发源地。南朝时，智空和尚南下福建，在清源山脚建了这座寺庙，从此开启了禅拳双修的传奇。你这种精力不旺的男生，就应该把你送到少林寺来锻炼一下。早上去挑水，蘸那个梅花桩嘛。建筑上，他可是个闽南混血儿，红砖红瓦，燕尾脊飞翘，雕梁画栋间透着浓浓的闽南风情。建筑沿中轴线排开，气势恢宏。大雄宝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拍照绝对出片。上山。这里是不是泉州的最高点了？应该不是吧？啊，藏经阁不让看是吗？果然不让进。完蛋了，今天一女心经看不到了。你看了能干嘛？就变得跟玉女啊。那你说小和尚不用上学了？今天礼拜6上什么学？哦。那他总不能在学校也是光头？光头也无所谓啊，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会剃寸头之类的。这种都是那种肯定报那种武术班的过来学。去报一个。想来少林寺修行吗？我已经走累了。
你不能抛弃世俗的欲望吗？抛弃不了，我是一个俗人，反正你也单身嘛，对不对？干脆出家算了，对，干脆出家算了。反正也没人要。对啊。梅花桩，来操练一下，考验你的童子功的时候到了，来吧。我直接摔成残废。你可以站第一个吗？加油！我就站上去就摔下来。我肯定站不了，我肯定站肯定能站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走我直接摔死了。走。然后我直接跟，然后我的跟踩空，我就直接摔死了。现在带你到泉州的体育馆操练一下。操练不动，来体育馆干嘛？看帅哥，那你看吧。找那个1.88米的黑皮体育生。那你去吧。怎么了？你又吃醋了？你为什么老吃醋呢？吃这种没来由的醋。